那这个连锁店呢，它在京北和几大城市啊，差不多有40-50家的店，资产非常不错。但是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，资金链就断了。那为了还债呢，就不得不低价出手。周老板，你有想过转行吗？如果您想转行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。但是有一个条件啊，如果您真想做这个，您必须跟您原来的那些生意做彻底的切割才行。哥，这情况是这样。其实我呀，早就想做正经生意。一来呢，以前那些朋友啊，里里拉拉这些关系啊，不好说断就断啊。二来呢，你想现在这个来钱的道都断了，将来干点什么我也没想好。如果你那机会好，不是，但是您给听清楚我最后那一条是什么？我说是，如果您要是真想做这个，您就必须跟您原来的那些生意，包括您在社会上认识那些人，都给做彻底的切割才行。切，哥切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前一阵子这个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大胖儿子，哟，我得积德呀，我切。那我先恭喜您了。这样，我让您啊和那个卖家先认识一下，您自己先去他那儿考察考察，如果觉得合适呢，你们就直接自己谈就行。考察什么呀？我听你的，你说行就行。不行，周老板，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投资，这就是您未来全部身家了，您必须自己仔细的去考察。那现在啊还有几个买家，不过呢，我可以先跟这个卖家说说，让他再等您几天。那挣钱呢，肯定就没您原来那么快了。不过只要您妥善的经营，准保以后就没事儿，啊。您要是愿意，我现在就去跟他说去啊。愿意。哎，妹妹，这个，你听哥说一句，我这辈子啊，做过太多错事儿了。如果说做过唯一一件好事，那就是帮了你了。这个事情，哥怎么说呢？哥谢你。哎呦，有，哎，这不是生分了吗？这不是？这以后咱们见面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的是呢，没准我还得求您呢啊！哎，说什么？我就先走了啊！这怎么又走了？吃个饭啊！我也跟人说去啊！你这手好好养着，我给你带的那个吃着啊，那个里边的。好，下回可别拿东西。别送了，别送了。那我等一下啊！走了，别。啊。哟，真香哎！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夏叔。来，煎蛋麦片酸奶面包。行，虽然不是我最爱的豆浆油条茶叶蛋，但是呢，酸奶面包煎蛋可以，也是有心啊，夏叔。我这待遇还升级了。罗姐啊，我今天就搬出去了。什么？我这几单赚的钱也足够我独立生活了。谢谢你让我在这儿白住了几个月，以后就不能陪你了。不是你搬到哪儿去啊？这也太突然了吧！你怎么都不提前跟我说呢？不用说，我就搬到这栋楼，在你下面2层，以后咱们还是邻居。我要是害怕了，来敲你门啊。行了，夏叔，这真是长大了哈，成熟了，做事情知道不动声色，暗中计划了。罗姐，你之前说的对，没到账的钱就不能算是钱。我今天就去找哈磊要钱，这也算是我独立挣的第一笔。哪儿啊？那宋阿姨那笔也是你挣的？不是，这才是真正的第一笔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钱也不能算是你一个人要回来的，毕竟我也去了。你呢，就算是给我做了个通风报信，所以我给你20万，外加差旅费。好嘞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有理讲理呀，说话这么难听干嘛？哪来这么大脾气啊？哎，要不你也不点水，败败火。更难听的还没说呢，滚！
怪不得别人都要算计你，你就配得上这个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你还是律师呢。哎，要不你有本事跟我打官司？郝磊，84万外加差旅费，你给不给？不给。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合作。我问你给不给？不给。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，之后每一笔提成30%。滚！姐不伺候了。郝磊，你等着接传票吧。他明确知道夏叔已经追到债权人，还要自己跑过去追债，最后硬说是自己把钱给要回来了。这不是分明就想侵占人夏叔的劳动成果吗？这郝总早就让他算计好。夏叔种树，他摘桃呗。他就是要造成这债务是他自己追回来的事实。你看这补充协议上也是郝磊的亲笔签名，真要闹到法庭上，法官也会认定是郝磊追债事实的。现在这事就有点麻烦，要说打官司吧，也不至于说只能拿到20万这么少，但是要想把全数都拿回来，也不太现实。那它就不是钱的事儿，咱就不能被人摁着头这么起，对吧？哎，夏叔，咱就跟他打官司啊！算了，不打了。为什么呀？当律师的得计算成本，跟他打官司费时费力，得不偿失。我回去找他，接受他那20万。也接受他给我的其他几个案子，放心吧，我在这儿损失的，我让他其他地方加倍给我还回来。哎，有点甄嬛回宫的意思啊。行，那夏叔，你就放心大胆去，我跟秋华做你最坚强后盾，相信你没问题的，加油！等我好消息啊！大律师，您找郝总是吗？你们郝总在吗？郝总那儿有人，要不您稍等一会儿。小徐，你去忙了。你是夏律师吧？我是，请问您是？你好，我是公司副总，我姓梁，小磊平时都叫我梁叔。啊，梁总，久闻大名。嗨，哪里。你要是方便的话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啊，好。请。哎呀，小磊在我面前啊，经常夸你，说你特别能干，没想到你那么年轻。梁总，过奖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报酬的事来的吧？我劝过小磊了，报酬的事咱们可以再商量啊。梁总，我不是为了报酬来的。哦，小郝总说他还有几个案子要委托给我，我同意了他的方案才过来的。那你答应他的委托了？是。那个小磊那边正在谈事儿，等他谈完了，咱们就去见他。小郝总是在跟2位大郝总谈事儿是吗？是。哎，小磊家的事儿，想必你也应该知道，家族企业最后都会走这一步。就像我们这种小股东，夹在中间最难受，站哪边都不是。梁总，您别怪我多嘴。其实这种情况下，你应该站在小郝总那边。从情理上来说呢，我是应该站在他这一边。但是，这公司1万多职工更重要啊！你说这企业是我跟小磊他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，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败在他手里吧？梁总，小郝总呢摆了我一道。其实我巴不得看见他墙倒众人推，我再上去补2脚。但是您知道吗？我一路看下来，我觉得小郝总是有能力的，有手腕，有表演天分，该装就装，该无赖就无赖。您想想，我在关北那么难的账我都要回来了，最后硬是被他给坑了。那你还答应他的委托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他欺负我，我在别处找补回来就是了。我在他这儿有空间可以施展，我为什么不做呢？哎呀，难得你还帮他说话，这回呢，就看他能不能顶住他叔叔了。我跟你叔还有你爸呀，创下的这个家业，不能让你一个人给毁了。股份你留着，你乖乖的回国外去念书，每年该分你的红绝少不了你的，足够你在国外吃香的喝辣的了。梁总，我听说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小股东。
你们是愿意辅佐一个新少主呢，还是愿意让2个老皇叔当权？梁总，我上去看看小郝总。对。我和你大伯今天可以拍着胸脯给你保证，你的股份我们1分都不动，我们俩就当是给你打工了，供你在国外吃喝玩乐。郝总，夏律师找您。夏律师，你来的刚刚好哦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大伯，这是我小叔，你都见过。他们呢也是我们公司的2个副总，1人占比股份20%。现在就是他们要让我交权。你帮我跟他们聊聊。小磊，我们可没有逼你啊。再说公司有法务，为什么还要请个律师来呢？2位郝总，交权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咱们公司有公司章程啊，再不济还有公司法呢。像董事长任免、经营权交接这种大事，是得股东会决议的。郝总，你就按照法定程序召开股东会就行。啊，对，大伯、小叔，我交权肯定没问题，但是股东会得开啊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只要符合公司章程比例的人数通过，我立马把这董事长的位置，还有公司的经营权、管理权交给你。大哥，小磊，你真是有出息啊，居然听一个女人的话。多亏你了，夏律师，谢谢啊。你不要以为我是来帮你的，你坑了我，我是来找你算账的。现在呢，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你把84万外加差旅费如数还给我，要么我就去起诉你，咱们法庭见。你学我叔，吓唬我是吧？哎，内蒙古我也去了，补充协议是我签的，还有我看着他给我打的款。你就算闹到法庭上，法官也不一定一直站你那边吧？好啊，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这个时间上法庭了。另外，我顺便再跟你说一句，这个官司打完之后，我就不是你的律师了。我看另外2位郝总，不知道需不需要律师呢？哎，这不行，不行就把钱还给我。夏律师，我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外面那么多债，就要回来这一笔，我再转你20%，我那2个叔叔肯定不答应啊。这样行不行？咱俩商量一个比例，稍微让我一点，我一次性支付给你，然后我后面的债权清欠也全都委托给你。如果钱要回来，比例还能提高，怎么样？让你多少？我觉得啊，要不就1半吧，我一次性转给你42万。不行，至少得60万。50万。55万，少于55万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那就55万。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还有几件要委托给我吗？这是合同，看看吧。你挺狠的呀。让你坑怕了。只要你能帮我当上董事长，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帮不帮的，不是还得看郝总给我的合同有没有诚意吗？这边请，徐老师。徐老师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加入卓越大家庭。不胜荣幸。请。坐。好。2位，法院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，万和想清算是不可能的了。梁诊所中标，成为破产管理人，你们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这回他们又可以赚一大笔了。谢谢。依我看啊，作为律师，售卖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服务，不可能不考虑钱。但是做事情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钱，以利益第一位，那案子肯定是做不好的。您说的有道理。对方已经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律师团队，以陶正律师为首，方力宏呢也会全力以赴。
我们代理鼎新，也要开始跟进整个项目了。我们的工作也要马上开始。但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合作问题。这是我们之间的协议，你们先看看。我在楼上，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。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对，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看看。这合同还没看呢就没问题。嗨，我就随便这么一说，假客气一下。这不是以示真诚合作吗？你还是得好好看。哼哼，不把利益放在首位，对咱们可真是够狠的呀！狠吗？这报酬扣除卓越所的提成后，那分给咱们30%呢，还行吧？我不同意，由他们所提成以后再分，那相当于咱们拿到手才21%。这案子本来就是我们带来的，我们要不给他们，我们自己也可以做。现在白给他们了，我们起码应该分到一半，而且所有的分配都应该在提成以前。我们是以律所的形式跟他们合作的，凭什么让他们先提成？秋华，咱们是个小律所，就算是咱们掌握了重要线索，但是人家鼎新也会拿到线索以后，一脚把咱们给踹开，然后再去找个大律所的。可卓越所不同，有了徐老师的背书，我们就能获得这次合作机会。相比高薪，我更珍惜这次合作机会。报酬嘛，相对合理就行。哎，这不是也是咱们的核心诉求吗？我跟你的核心诉求可不一样。许卓那套形而上的重义轻利理论，你接受，我可不接受。而且我也不觉得合作比独立接案更能得到锻炼。那要不咱们再跟他谈一次，争取提成全分配，你看这样行吗？英子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但这是生意，这关乎到咱们樱花所3个人的利益，我去跟他谈了，行吗？行啊，没问题。当然你给网成了他啊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得说一句了，这案子主动权本来在我们手里，就因为给他了，他跟刘总签了协议，那我们现在就变被动了。你就记住了，万一他再找你，不管他跟你说什么，不管再怎么忆苦思甜，你都不能让步，你就直接交给我啊！你这也不是一句话，你说一长串儿。哎，那行呗，那我也就别跟这儿待着了，我就先躲了吧。行，你先走吧。那我也上去跟人打个招呼。哎，你不用打了，你赶紧走吧。行，我走去。哎，这合同你看着啊。进。徐老师，邱律师来了。邱律师，罗律师没来吗？哦，我们所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他就先回去了。小张，倒杯水。哦，不用麻烦了，谢谢。坐吧。啊。合同没什么问题吧？我让我的同事起草的，我跟他们说呀，罗律师和邱律师是自己人，算是我的小师妹，一切从优。谢谢徐律师。不过不好意思，这个合同我们不能签。为什么？徐律师，您很清楚这个案子是怎么来的。这个案子的关键信息都是我们找到的。如果当初我们不告诉您，自己去找鼎新的话，我们完全可以独立代理鼎新。现在您提出来，贵所要在提成以后分给我们30%，这个我们不能接受。罗律师也这么想的吗？当然，我们是一个团队的。邱律师，我刚才也说过了，我们做律师的不可能不考虑钱，但是也不能只为了钱把利益放在第一位，这样案子是办不好的。那
那许律师又何必对我们如此苛刻呢？我们和别的所合作，从来不会超过20%。那是他们给你们打工呀，但这个案子是我们带来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价值。那你们想要多少50%，而且是在提成以前分配。不可能。这个案子事实上现在在我们所，是我们和鼎新签的合同，将来大部分工作也是由我们所来承担。至于工作量嘛，我们可以按比例来分担。事实上，因为我们并不是管理人，我们的任务是保障鼎新的债权利益，监督管理人对破产财产的处置，所以用不到那么大人力的。如果贵所放心，完全交给我和罗律师也是可以的。这是你们最后决定，罗英子也是这么想的。是的，50%提成以前分配。好吧，你回去再考虑考虑，我们下次再聊。好的，许律师，那合同给您放这里了。你没吓着人家吧？吓着就吓着呗，你的徐老师不会就这么点小心脏吧？跟你俩工作呢，别阴阳怪气。我是觉得这次合作来之不易，还把机会给蹬丢了。我估计许卓会找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越是让步，你在他眼里越是一文不值。你这估计还挺对。哎，徐老师，罗英子律师，你有空能过来一趟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这不是今天出去忙别的案子去了吗？您看这样行吗？我忙完了过去找您。好，等你。再见。哎，徐老师再见。你以后能别瞎顾忌吗？那吓人。老板，您的货都搬完了，把钱给您。麻烦给我5星好评。好的，那肯定的，谢谢您啊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你要是对许卓心慈手软，我可对你不客气。你看，这还是给磕了，还5星好评呢。哎呀，我把这椅子搬过来。我回来了。哟，回来了。哎，正好，帮我一起把这椅子搬过去。哎，这谈怎么样啊？在这儿呢。一共签了4份合同，每一份至少价值80万。这郝总挺有意思的哈，这前脚还跟你耍流氓呢，后脚就变成任你宰割的小绵羊了。他还想坑我呢，也不看我是谁，他给我挖坑，我也给他挖坑，见招拆招。这4份合同谈的可不容易啊，不过至少我们好歹不吃亏了。条件不错，没有他可以钻的空子了吗？他倒是想，都被我识破了。可以啊，夏叔，你现在也是咱们所盈利最高的律师了啊。别说我了，比你胳膊肘往外拐的罗姐强多了。姐，我能提个要求吗？那必须能提啊！你不光能提要求，你还得坐着来提。来，这不合适吧？那必须合适，盈利最高啊！说吧。我想当合伙人。这4份合同加在一起至少320万，这是我的见面礼。天硕，你这是突发奇想啊，还是蓄谋已久啊？这是水到渠成。姐，我前几天从内蒙古回来，我一心想着你们要为我庆功，高兴的我晚上都睡不着。结果回到律所，你们都不在，你还说佣金不到账不算数，我还真有点难过，就在想，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们总是看不见呢？那你就是因为这个从我家搬出去？不是，我搬出去是因为我独立了，我出了事儿以后，你们收留我，所以我就把你们的认可当准则，你们夸我我就高兴，你们不帮我庆功我就难过，我太依赖你们了，
有你们为我兜底，我两手空空就能生活。我之前努力都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认可，就好像一个邀功的小孩。但现在，我也想自己抓住点什么，钱或者工作。我也想为我自己。所以你才拼了命的去要债啊？为了你们，更是为了我。秋姐，罗姐，你们考虑一下吧。哎，你把那帮我拿过来一下。这。拿过来。说好了要给你开庆功会，绝不食言。看看，名片都给你印好了，满意不？其实，在你回京美之前，我和秋华就已经商量好了，想让你加入当合伙人。这股份我们俩各让10%，你在律所的股份20%，行吗？愿不愿意加入我们？钱少啊，什么时候也变成小钱串子了？要不我跟你罗姐，再给你让10%。我跟你说啊，他也就是这么对你，他是外人，让10%，他念叨我1天了。罗姐，哦呦，救我，救我！秋姐，你们抱着，你们抱着。秋姐，罗姐，哎呦呦！谢谢你们，你们对我太好了。何来的谢呀？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，小帅。进。徐老师，罗律师来了。没事。徐老师，来了。哎，徐老师，抱歉啊，我之前有点忙，让您久等了。你上次啊，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？我们所就遇到点急事儿，我看您也忙着呢，又不好意思打扰您，就没跟您打招呼，就提前撤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徐老师。我找你来，是想和你谈我们2家的合同。签了合同，我们得赶紧开展工作了。我听说两人所那边已经开始了。对，我也是想就这合同的事儿再跟您商量一下。我们2个人单独谈也好，不会像秋华律师那样剑拔弩张的。嗨，徐老师说到这事儿哈，我必须跟您澄清一下，这个秋华那天也跟我说了这事儿了。秋华这个人呀，他就是嘴特别直，但是他人心特好。当然了，我也是批评他了，他也马上的就意识到了他自己的问题。你要老这么大义凛然的让利，咱们所非得提前破产不可。你越是让步，你在他眼里越是一文不值。所以我今天来之前啊，他就再三的嘱咐我说：“哎呀，你一定要给我带去向徐老师的道歉。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。你多替咱们所想想，放下那些没有用的理想主义。你就告诉他，咱们手里有万和隐匿资产的更多证据。”哎，您猜我怎么怼了他？你怎么怼他的？我跟他说：“哎，秋华，你就不能这么说啊！那人徐老师什么人呢？人什么境界，什么格局，能跟咱们一样吗？那徐老师能跟咱们这种2年级的小律师一般见识吗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徐老师，您说是不是？对不对？”你就别给我戴高帽了，是个套子让我往里钻啊！哎呦，这句句都是真心话。其实我只是不喜欢秋华律师谈判的口吻。算了，再说下去，就真显得我小肚鸡肠了。还是说回合同吧。这2天考虑怎么样？
这2天确实是我们也很认真的考虑了一下，那我们最后得出的这个结果呢，就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分取代理费的50%，并且是在提成以前分配的。不行，我们所的人比你们所的人多了，以后工作也会是这样，这是事实。50%，我不接受。徐老师，您说的这个是事实不假，不过，这个信息当时也确实是我们先发现的，如果不是我们及时的分享给了您，您也没有可能和鼎鑫集团达成这次合作，也成为不了代理人了，是吧？我说的这也是事实。这不是完全事实。那完全是事实。完全事实就是，不管这信息最早是谁发现的，现在这个案子在卓越所，是我们和鼎鑫签订的代理协议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我们不和你签订这个协议，我们想自己做，那是没问题的。徐老师，我觉得其实您这也不是完全事实，您只是知道万总和这个姓彭的医生，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，利用彭医生隐匿了万和的优良资产，可是您并没有掌握证据。我们不需要掌握证据，只需要把信息传达给管理人，他们自己会去查。可是就算他们查完了，得出的结论也只是去向不明啊，因为这片地呢已经转卖给海外的一家公司了，而那家公司和万和之间的联系，这么说吧，也只有我们知道了。你们知道的，我随便找个海外的背调公司就能查出来，也就是花点时间。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查不出来的吗？徐老师，其实当时呢，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别人的，但我们为什么没这么做呢？也是对您有极大的信任和尊敬的，并且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促进这份合作。这样吧，徐老师，您看，您觉得分给我们多少合适？整个管理人费用的30%，我只能让到这儿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。如果你们不接受，很抱歉。徐老师，其实我也知道，当年您在最难的时候遇见了梅先生，也是梅先生给了您再次翻身的机会。想必当年的你应该和现在的我是一样的。我的确是非常希望促成这次的合作，跟着您一起学习，一起来完成这个案子。不过呢，您也知道，我不能替我的合伙人去做任何决定。这样吧，我呢，回去再跟他们商量一下，然后才能再给您最后的回复。今天也非常感谢您，我就不打扰您了，徐老师，再见。陆律师。我当然知道，一个律所初创有多不容易，我也看到了你们的潜力，我很珍惜这次合作机会。这样吧，40%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就和合伙人去争取。这是我能让的最后一步了，也希望你回去和你的伙伴们好好的考虑，期待你的答复。我之前跟他聊的是50%，我的底线是40%，1分都不能再少了啊！
徐老师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这是我手上那个合同纠纷案的材料，这段时间应该是没什么事儿的。但如果当事人来的话，秋姐你帮我代答复一下。没问题。哎，你又要一个人去啊？太危险了。他们集团派了2个人算我的保镖。那保镖在另外一份合同里面有体现吗？你放心吧。好歹想给我挖坑呢。约定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工作费用算在代理费之中，甲方不另行承担。我加了一行但是，但是甲方派出的辅助人员所发生的费用除外。行啊，夏叔，长进了啊。那你什么时候出发？我一会儿就走了。哦。罗姐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秋姐，你觉得她这事儿能谈下来吗？她不缴械就好。她肯定能谈下来。为什么呀？秋姐，你不觉得罗姐很有女性魅力吗？就说那陈律师，他谈过多少女朋友啊？那最后还是被罗姐吃得死死的。哎呦，累死我了，心累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签了，看看。签了啊？谈妥了吗？就签？你不是说40%就可以签吗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魅力。罗姐，哎，我出差了，这段时间你可能见不着我了。你还是一个人去啊？夏叔，你混到哪儿了你？你放心吧，走了啊。哎，夏叔一个人去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这次去的地方不偏，而且还有甲方的2个保镖。哎，你发现了吗？夏叔是真的长大了哈，越来越有魅力了。我觉得那个郝总喜欢上他了。魅力。我回来啦。秋花回来了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全全没跟我说您要来啊。我来京北开会，顺便呢来看看你们。啊，那全全呢？啊，他出去买东西了。我跟他说呀，咱们一家3口啊出去吃。可全全说还是买点东西回来，他喜欢在家里吃。是，我们很少在外面吃饭啊。那您先坐一会儿，我去厨房忙活忙活。不用，我跟全全说了，让他打包回来。你坐。哦，好，您也坐。哎，你们结婚之后啊，再没回过家。你们俩的生活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啊，你弟弟工作安排了，他没有学历，安排不了什么好的工作，就当个保安，你能理解吧？理解，这样最好了。也不用让您太为难。爸，我们家的事情不用过分照顾，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比原来好太多了。还有啊，前2天牧原投资的小吴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去找过他，但又拒绝了他，为什么呀？那个吴总给我开出的条件您应该知道吧，爸？他就是想通过我让您给他批那块地，但我不能因为我的事情给您惹麻烦。秋华，你真的很懂事儿，全全很有眼光啊。其实，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单独聊一聊。哦。爸您说。你喜欢我们家全全吗？您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们现在不是结婚，这日子过得也挺好的。全全喜欢你，追着你来到京北的时候，我就想问你，你喜欢我们家全全吗？喜欢。喜欢他什么？全全老实、可靠，跟他在一起我很踏实。你是因为你的家里才嫁给全全的吧？
也是也不是。那怎么讲？爸，我们家的情况，你应该也了解。我走到今天不容易，所以我其实特别缺乏安全感。我对人也很难信任。但是只有全全，他能给我安全感，他让我信任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追求的，但是只有安全感和信任，对我来说，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。全全给了我，我明白了。九华，谢谢你啊。爸，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？好了，接下来啊，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事情了。你也知道，全全呢不喜欢京北，想回到县里去。我觉得，凭他的能力啊，在京北也混不出名堂。那么，你愿意跟他回去吗？不愿意。那因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我自己的发展，也是为了您和全全。爸，我说句实话，您别不爱听，全全，他确实不是一个有太强能力的人。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，他不曾提起。雨飘飘荡荡，不着痕迹，轻语之间。习以为常的宁静，是看不见的云给我隐蔽。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，挣脱着风和雨、晴和阴的诉说，在明暗间一点微光会让它穿透那一片爱情的口中的云朵，微笑那人世间的苦涩与过错，它懂我所有的笨拙和执着，在我们的天